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你拿起手机，手指在那串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上划来划去，划了半天，最后却忽然发现这通电话竟然不知道该打给谁。曾经无话不谈的老朋友，如今连一句早安都显得那么客套，那么生分。曾经黏在你怀里，一口一个妈妈喊个不停的孩子，如今回一趟家，话没说上3句，就低下头划起了手机。你没有做错什么，他也没有做错什么，可是那份亲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淡了，远了，像退潮的海水，你伸出手怎么也抓不住。你有没有在某个安静的午后忽然觉得，这一生你认识了那么多人，爱过了那么多人，可到头来能坐下来陪你说说心里话的怎么越来越少了呢？这种感觉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活在一个看起来人与人靠得最近的时代，手机里存着几百个联络人，社群软体上有着上千个好友，可是内心深处那份无人能懂的孤单，却好像比从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来得更重更深。我们能够1秒钟就把一句话发到地球的另一端，却常常怎么也走不进那个近在咫尺的亲人的心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吗？其实不是这个世界的问题，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里头藏着一个关于所有关系最深也最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道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借着佛陀2500多年前留下的那盏智慧明灯，把这个道理一层一层的慢慢揭开。于是我们忍不住在心里问，是不是只要用心去经营，关系就一定能越来越好？是不是只要付出的够多，爱得够深，那个人就会永远留在自己身边？可是走过大半辈子，你会慢慢发现，这世上好像根本就没有一种关系是能够一直越处越好的。朋友之间如此，夫妻之间如此，甚至连我们一直以为最牢不可破的父母子女也一样不例外。这句话听起来很残忍，对不对？它甚至有点刺痛人心。可是今天我们要一起聊的，不是要让你心灰意冷，而是想带你走进佛法的深处，去看一个很少有人愿意说破的真相，那就是关系为什么会疏远，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惊人的因果。而当你真正听懂了它，你会发现，那份一直在暗中折磨着你的失落与委屈，其实是可以放下的。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听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句话长大的，我们打从心底相信，只要肯下功夫，田里的庄稼就会丰收，手上的学问就会长进，口袋里的钱财就会一点一点累积起来。于是我们很自然地把同样的一套道理原封不动地套在了关系上。我们以为只要我对一个人好，再对他更好一点，这份感情就会像存钱一样，越存越多，越攒越厚，直到有一天连本带利全都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可是真实的人生却一次又一次地狠狠推翻了我们心里的这个算盘。你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很多关系恰恰就是在我们盼命对他好的时候开始出现裂痕的。你越是关心，对方越觉得被你管束，你越是想靠近，对方越是想往后退。你把整颗心都掏出来捧到他的面前，换来的却常常是一句你烦不烦？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我们爱错了吗？难道这人世间的情分天生就带着一层怎么也化不开的隔阂吗？其实都不是。问题从来不在于我们爱的够不够，而在于我们从一开始就彻彻底底地误解了关系的本质。我们把关系当成了一件可以永远握在手里的东西，却始终不明白，在佛法看来，这天底下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段关系是能够被我们牢牢抓住一直不变的。这份失落对于走过半生的人来说，往往格外地深。年轻的时候，我们忙着奔波，忙着养家，忙着在人群里打盼，很少有空去细想这些。可是等到孩子一个个长大了，飞走了，等到自己渐渐从舞台的中央
退到了角落，那份安静就一下子铺天盖地地涌了上来。曾经热热闹闹挤满了人的家，如今只剩下电视的声音在空荡荡地响。曾经每逢过节就会挤满饭桌的儿女，如今一个电话打过去，那头总是忙，总是说改天再回。曾经一起上班一起说笑的同事老友，退休之后也各自散了，联络越来越少，话题越来越淡。你会不会也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生出一种被全世界遗忘了的孤单？你会不会也曾经委屈地想，我辛辛苦苦付出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身边的人一个一个都离我远去了？如果你有过这样的心情，请你一定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这几乎是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都要独自去面对的功课。而佛法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不会空洞地安慰你别难过，它会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又该如何让你自己的这颗心重新安顿下来。要真正明白这一切，我们得先回到大约2500多年前。那个时候，有一位觉者静静地坐在一棵菩提树下，把整个人世间看了个彻彻底底。他发现我们眼前的这一切，无论是巍峨的山河大地，还是人与人之间说不尽的悲欢离合，没有任何一样是凭空冒出来的，也没有任何一样是能够永远不变的。它们全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几句话听起来很玄，可它的道理其实朴素得很。意思是说，因为先有了这个条件，才会有那个结果随之而生。当条件还在，缘分就好好的聚着；一旦条件散了，缘分自然也就跟着淡了、散了。这位觉者就是佛陀。他还说过一句很谦卑的话，他说，缘起这个道理并不是我发明出来的，不管有没有佛出现在这个世间，这个法则本来就在那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在告诉我们，关系会聚也会散，这不是谁的过错，这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运行法则。你和一个人成为朋友，是因为那段日子里你们刚好有着共同的处境、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心境，这些就是把你们连在一起的缘。可是人是会变的，处境是会变的，心境更是会变的。当那些曾经把你们紧紧系在一起的条件慢慢的消失了，关系走向疏远，就成了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它不是背叛，也不是无情，它只是缘在如实的流动，如实的变化而已。当你这样去看，你心里那份被辜负的感觉，是不是就悄悄地松动了一些？你或许会说，父母子女是血浓于水的天伦，怎么能跟朋友、跟外人相提并论呢？可是佛法看得很平等，它告诉我们，天底下所有的关系本质上都是同一回事，都是缘。年轻时你曾有过几个掏心掏肺的死党，你们曾以为这份交情能够地久天长，可毕业了，各奔东西了，成家了，忙于生计了。那些曾经天天腻在一起的人，如今连逢年过节发一条问候都要在心里斟酌上半天。这不是谁变了心，只是那个把你们连在一起的青春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夫妻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年那个让你心跳加速、非君不嫁、非卿不娶的人，走着走着也可能变成了同一个屋檐下相对无言的两个人。曾经有多浓烈，后来就有多平淡，这几乎是所有长久的关系都会走过的轨迹。明白了这一点，你的心反而会踏实下来，因为你会发现关系会变淡，会疏远，这根本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不幸，也不是你哪里做得不够好，这是每一段人间情分都逃不过的自然规律。与其在关系变淡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拷问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不如温柔地告诉自己，这只是缘分的潮起潮落，我尽了心，也就无愧于心了。当你不再把每一次疏远都往自己身上揽，你会活得轻松许多，
也会活得慈悲许多。明白了缘起，我们就能接着明白佛法里另一个更让人心头一震的道理，那就是无常。什么叫无常？就是这世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能够恒常不变的。花开了会谢，月圆了会缺，潮水涨上来，终究还是要退下去。春天再美也留不住，夏天再热也终会过去。我们的身体从娇嫩的婴儿一路走到满头的白发，我们的心情从欢喜到忧愁，再从忧愁到平静，没有哪一刻是真正停住过的。佛经里把这一切形容得非常美，说它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既然天底下的万事万物都在变，那人和人之间的那点情分又怎么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呢？可是我们偏偏就是最不愿意接受这一点。我们总是在心里巴望着，感情一旦好了，就要好上一辈子；人一旦亲了，就要亲到天长地久。我们把本来就无常的东西，硬生生要当成恒常的来对待，于是痛苦就是这样被我们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佛法里有一句话，分量很重，叫无常故苦。我们之所以会苦，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关系真的变坏了，而是因为我们死死地抵抗着这个变。孩子小时候整天围在你的膝下转，你以为那就是天长地久。等他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天地，越走越远，你就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可是静下来想想，孩子其实并没有变坏，只是那个把你们紧紧绑在一起的阶段，已经随着无常悄悄地翻过去了。人生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我们站在岸边，总想抓住流过眼前的那一捧水，可河水的本性就是要往前流的呀。当我们终于愿意松开紧攥的手，愿意承认有缘聚，就一定会有缘散，心里那道一直被撕扯着的伤口才会真正有机会慢慢的愈合。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佛陀讲过的人生八苦，生老病死，这是我们的身体怎么也逃不掉的4种苦。而在心上还有4种更折磨人的苦，其中最叫人肝肠寸断的就是爱别离苦。什么是爱别离？就是和你最亲最爱的人终究要分开，却偏偏怎么也留不住。经典里说得很直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亲如父子，近如夫妻，也难得能够终身厮守在一起。这句话年轻的时候听，只觉得有几分伤感，等到自己一步一步走过了大半辈子，才终于懂得，它的每一个字都是血，都是泪。而在所有的爱别离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那一场，或许是最深也最无可奈何的一场。有人说得特别好，所谓父母子女一场，说到底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站在原地，望着孩子的背影离你越来越远。他第一次松开你的手，怯生生的自己走进幼儿园的大门，他第一次拎起沉甸甸的行李，头也不回地奔向远方去求学，他第一次领着另一个人回到家里，红着脸告诉你，这是要陪他共度一生的人。你把他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里，一天一天养大，可养育的尽头竟然是这样一场漫长的没有尽头的目送。这听起来是那么的心酸，但佛法要告诉我们的却是另一层更深的道理。这不是失败，这恰恰就是亲情最本来最深沉的模样。孩子本来就不是为了永远留在你身边而来的，他是借着你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去走一条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路。你想想看，一棵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总要离开枝头，这样才能落到土里，长成一片新的森林。若是果子永远死死地挂在枝头，那才是真正的枯萎与凋零啊！当我们终于看懂了爱别离苦是人人都躲不过的宿命，我们才不会再把孩子的每一次远行都当成是对自己的一种辜负。那么问题就来了，同样都是父母子女，为什么有的孩子那么贴心孝顺，让你省心一辈子，有的孩子却偏偏叛逆顶撞，把你气得整宿睡不着觉？还有的孩子，明明你为他付出了自己的所有，
掏心掏肺，他却始终跟你不亲不近，隔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这背后就藏着佛法里那个最让人震撼的因果了。佛门之中有一种流传得很广的说法，最早在印光大师的文钞里就有清清楚楚的记载，说一个孩子会来到一对父母的身边，其实离不开4种缘分，分别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第一种缘分叫报恩，过去世里你曾经对这个生命有过恩德，所以他这一世投生到你的家里，是专程来报答你的。这样的孩子往往懂事又乖巧，聪明又孝顺，就是老一辈人常挂在嘴边的孝子贤孙。你几乎不用怎么操心，他自己就默默地长成了让你打从心底欣慰的模样。这样的缘是善缘，是这一生的福报，遇上了要好好珍惜。第二种缘分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叫报怨。过去世里你们之间结下了怨，结下了仇，这一世他来到你身边，是来讨这个公道，来把这笔账算清楚的。这样的缘分最让做父母的心力交瘁。孩子从小就像跟你有仇一样，处处跟你对着干，你说东他偏要往西，你越是苦口婆心，他越是充耳不闻，让你这一路走来尝尽了难堪，也尝尽了心碎。可是你要记住，哪怕是这样一份看起来很苦的缘，也绝不是没有转圜余地的。这一点我们待会儿一定要好好的说清楚。接着说第3种缘分，叫讨债。简单讲，就是你过去欠了他的，这一世他来是要把这笔债讨回去的。欠得少的，也许孩子养到3岁5岁，你在他身上花了不少的心血和钱财，他把债讨完了，就这样走了。缘分很浅，来去匆匆。欠得多的呢，可能是一路含辛茹苦的把他供养到读完大学，眼看着就要成才，就要能为你分忧了，他却突然离开，让你前半生所有的付出仿佛都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这样的缘最是让人痛彻心扉，却又无处可诉。第4种缘分叫还债，和讨债正好相反，是他过去欠了你的，这一世来还你。欠得多的，他会在物质上把你照顾得妥妥帖帖，可未必会有多少发自内心的温情。欠得少的，哪怕他自己过得再富足，回过头来给你的也不过是勉勉强强够用而已。古人曾写过一副对联，说得又直白又透彻。上联是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原来我们一直以为天经地义的骨肉亲情，在佛法的眼里看去，竟是一场跨越了多生多世的因与果的相逢。听到这里，你或许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我这一生和身边这些人的种种聚散、冷暖、恩怨，都不是无缘无故凭空发生的。原来我们能在这茫茫的人海、滚滚的红尘之中，成为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成为推心置腹的知己，甚至只是成为彼此生命里匆匆的过客，这背后都有着连我们自己都看不见的深深的因缘在牵引。明白了这一层道理，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眼光里是不是就自然而然的多了一分慈悲，也多了一分好好珍惜的心意呢？讲到这里，你的心可能一下子就沉了下去，甚至还生出了几分惶恐。难道说孩子跟我不亲，就是因为他前世是来抱怨、来讨债的吗？难道这一切都是命中早就注定好了的？我再怎么努力，也全都是白费吗？在这里，我要非常非常认真地请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这正是我们今天一定要为你说得清清楚楚的地方。佛法讲因果，从来就不是要我们认命，更不是要我们拿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前世来给自己找借口，去给眼前这个活生生的孩子硬生生贴上一个抱怨或者讨债的标签。恰恰相反，佛法讲因果是为了让我们把事情看得更透，然后把心中那份沉甸甸的怨轻轻地放下。
你一定要记住，缘分是活的，是可以转的。有一位大德说的特别好，遇到了恶缘，就用善巧和方便去把它一点一点地化解掉。别人再怎么对不起我们，都不把它放在心上，如此一来，这笔账就结了，恶缘也就慢慢变成了善缘。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孩子今生和你的这段缘，起点也许并不圆满，可是终点会走向哪里，很大很大的一部分其实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若是用打骂和指责去回应孩子的叛逆，那只会把彼此的怨结得越来越深。你若是愿意用理解和耐心去慢慢地对待他，再厚的冰也总有融化的那一天。更何况很多时候亲子之间的疏远未必真的有那么悬的前世今生，也许只是我们对孩子的期待太重了，重到压得他喘不过气。也许只是两代人的沟通早就在某个地方卡住了，谁也不肯先低头。也许只是我们彼此的性子都太硬太要强。因果这个道理，它的本意是要给我们一面镜子，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这一路到底种下了什么。它是一味用来化解怨恨的良药，而绝不是一顶随手就扣在别人头上的帽子。佛陀说过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把它牢牢地记在心上，越是怨恨，就只会苦上加苦。这一条越走越苦的路，我们是时候别再走下去了。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画面。在一座寺院的旁边住着一户很穷的人家，家里有个7、8岁的孩子，从小就得了很重的病，3天2头往医院里跑，把本就不宽裕的家底一点一点地掏空了。父母心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一边是治不完的病，一边是还不清的钱，那份苦外人根本无法想象。有一天在寺院里，一位老法师慈悲地摸着孩子的头，说：孩子啊，你要多念念佛，你可别是来讨债的呀。那孩子却倔强地把头一扭，说：我偏就是来讨债的。母亲一听，吓得赶紧伸手去捂他的嘴。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让人心酸，特别让人绝望？可是那位法师接下来说的话才是真正的重点。他说，缘分这个东西是没有定法的，就看你会不会转。哪怕孩子这一世真是带着讨债的缘来的，只要做父母的肯用爱用耐心用一点一滴的陪伴去慢慢的感化他，教他明白事理，教他心存善念，这一段本来是讨债的恶缘也能够一点一点的被转化成一段报恩的善缘。你看，这才是佛法真正想告诉我们的。它从来不是要你认命的叹一口气，说这都是命啊。它是要你在看清了因果之后，鼓起勇气，用你这一世的善心与善行去亲手改写那个结局。命从来都不是一条走到黑的死胡同，你当下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选择，都是在为未来重新种下一颗新的种子。今天你多一分慈悲，明天这段缘就多一分转还的余地。那么如果不全然是命，究竟是什么？在一点一点的把我们最亲的人推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佛法给出的答案其实就只有2个字：执着。你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我们对一个人的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悄悄变了味的？答案往往是就从我们开始要求他的那一刻起。我爱你，所以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所以你就必须按照我期待的样子去活。我把你辛辛苦苦养这么大，所以你就应该常常回家，应该多打打电话，应该娶我看中的那个人，应该过上我认可的那种生活。你看，一份爱一旦掺进了这么多的应该和必须，它就不再是纯粹的爱了，它变成了一种控制，而控制恰恰是关系最狠心的杀手。你抓得越紧，对方就越是想要挣脱，你的期待举得越高，最后换来的失望就摔得越深，而失望一旦积得多了，就慢慢的发酵成了怨。这就是我们亲手酿成的疏远啊。佛陀在《金刚经》里
一句话就点破了这个死结。他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一有所住，就已经被眼前的境界牢牢地牵着鼻子走了。什么叫住？住就是我们心里放不下的那份执着，那份牵肠挂肚，那份非要如此不可的执念。有位法师讲得很透，人这一生苦的到底是什么？苦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这一堆放不下的东西。我们总以为自己是在爱，可实际上我们常常是在用爱的名义，把一圈又一圈的绳索套在了对方的身上，同时也紧紧地套在了自己的身上。真正把亲人越推越远的，从来就不是那点物理上的距离，而是我们心里头那份怎么也放不下的执着。可是话说回来，执着这两个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却难如登天。我们为什么就是放不下呢？佛法看得很深，它告诉我们，在执着的更深处，还藏着一个更顽固的东西，那就是我执。什么叫我执？就是我们心里头总有一个很强很强的我，总觉得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朋友。一个我字，一个我的，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我们和身边的人死死地捆在了一起。正因为觉得那是我的，所以我们才会理所当然地想要去支配它，想要它永远属于我，想要它一切都听我的安排。可是佛法要轻轻地点醒我们，这世上真的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永远属于我们的吗？连我们自己的身体都终将老去，终将归还给大地，更何况是另一个有着独立灵魂的人呢？佛陀在讲因缘流转的时候，早就把这个苦的来路看得清清楚楚。是因为有了贪爱，才生出了执取，有了执取，才有了后面种种放不下的烦恼与痛苦。我们对亲人那份深深的爱里，往往就悄悄地掺进了一份贪，贪恋他的陪伴，贪恋他的顺从，贪恋那份能够天长地久的错觉。而这份贪，恰恰就是一切苦的源头。当我们愿意松一松那个紧绷的我，愿意打从心底承认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最爱的孩子，都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生命，而不是我们的附属品，也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那一刻缠绕在我们心头多年的那根绳子才会慢慢的松开。那么难道爱就一定会变成一种捆绑吗？难道我们就注定无法好好的去爱一个人了吗？当然不是。佛法在告诉我们贪爱之苦的同时，也为我们指出了另一种更高更美的爱，那就是慈悲。你有没有想过，佛菩萨看众生的那份爱和我们凡夫看儿女的那份爱究竟差在哪里？差就差在佛菩萨的爱里没有那个我，没有占有，没有索取，也没有非要你如何回报我的期待。那是一种只希望你好，却不求你属于我的爱。佛门里管它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听起来很高远，其实它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当你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你有没有那样一个瞬间，心里只是纯纯粹粹的希望他这一生都能平安喜乐？那一刻你并没有想着他将来要怎么孝顺你，要怎么报答你，你只是无条件的爱着他。那份最初的不带任何条件的爱，其实就是慈悲的雏形啊。我们这一生要修的，就是把这份最初的心一直保持下去，让我们对孩子的爱不会因为他长大了，远离了，不听话了，就悄悄变质，成了失望与怨恨。爱他却不必拥有他，关心他却不必控制他，祝福他却不必要求他一定要回到你身边。当你的爱能够从贪爱慢慢的升华成慈悲，你会惊讶地发现，你不但没有失去这个孩子，反而以一种更辽阔更自由的方式把他永远地放在了自己的心里。这样的爱才不会苦，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圆满。既然抓得太紧会坏事，那是不是干脆撒手不管，冷冷淡淡的才是对的呢？当然也不是。佛法从来就不走极端，
他讲的是中道。关于这个中道，佛陀曾经用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教过一位名叫20亿耳的弟子。这位弟子在出家之前是个弹琴的高手，可他修行的时候却用力过猛，一心急着求成，结果反而迟迟不见成效，心里头别提有多苦恼了。佛陀就问他，你以前弹琴的时候，如果琴弦绷得太紧，会怎么样呢？弟子回答说，弦会断掉，声音也很难听。佛陀又问，那要是弦松得太过了呢？弟子说，那就根本弹不出声音来了。佛陀点点头说，修行也是同样的道理，太紧太松都不行，唯有不紧不松，恰到好处，才能够奏出美妙动听的乐音。关系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根琴弦呢？绷得太紧，管得太多，爱得太黏，这根弦迟早有一天会断。可要是松到不闻不问，冷到形同陌路，这根弦也一样奏不出任何动听的声音。真正的功夫就在于找到那个不紧不松的分寸。西方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有2只豪猪在寒冷的冬夜里想要互相取暖，可靠得太近了，身上的刺就会扎痛对方；离得太远了，又冷得实在受不了。他们试了又试，挪了又挪，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刚刚好的距离，既能感受到彼此传来的温暖，又不会刺伤了对方。你看，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那种关系，也正是这样一个带着温度却又留着余地的距离。距离产生美，这句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它的背后其实藏着非常深的佛理。空间恰恰就是让爱能够自在呼吸的地方。一段感情若是连一丝缝隙都不留，它就会像被捂得太紧的火苗，最终因为缺了氧气而自己熄灭。可惜的是，越是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越容易忘了分寸这2个字。对待外人，我们客客气气，处处都留着3分小心，可对待最亲的人，我们却常常仗着一句我们这么熟了，肆无忌惮的就闯进了对方的整个世界。有人说过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反复咀嚼，朋友再亲密，分寸一旦差了，本以为是亲近，结果反倒生出了隔阂。这话用在父母子女的身上，同样是一针见血。多少做父母的打着都是为你好的旗号，去翻孩子的手机，去干涉孩子的婚姻，去替孩子安排好一整条人生的路，却始终不明白，孩子早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大人了，他有他自己要走的路，要负的责任，要亲口去尝的苦与甜。适当的界限，这4个字听起来冷冰冰的，可实际上它才是让亲情能够细水长流的真正关键。你尊重孩子的每一个选择，哪怕那个选择你打从心里并不认同，你守得住自己的生活，不把全部的重心和情绪都一股脑地压在孩子一个人的身上，你让孝顺成为他心甘情愿的一种回馈，而不是一副死死套在他脖子上的枷锁，这样的关系才不会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们的老祖宗其实早就把这个道理看得明明白白，一句过犹不及就道尽了千古的智慧。爱得太满，反而成了对方沉重的负担；管得太宽，反而把一颗本来亲近的心越推越远。给彼此留一点空间，留一点余地，留一点可以喘息的分寸，这绝不是疏远，这恰恰是为了让这份难得的亲近能够陪着我们走得更长，也走得更远。这一点在儿女成家之后显得尤其重要。多少原本和和睦睦的家庭，就是在孩子结婚以后，因为做父母的迟迟学不会退到一个恰当的位置，而生出了无尽的矛盾与烦恼。你总想着，那还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当然有权过问他们小家庭里的一切。可是你忘了，他如今已经是另一个家的顶梁柱了。他有了要并肩守护的伴侣，有了要共同商量的人生，也有了必须由他自己去承担的责任。这个时候，做长辈的最高明的智慧，就是把心放宽，把手放开，多一分祝福，少一分干涉，多一分信任，
少一分操心。你退一步，儿女的那个小家反而能够海阔天空，而你自己也落得个清静与自在。你看，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非但不会让亲情变淡，反而会让两代人都活得更舒展，也更欢喜。说了这么多的放下和距离，你心里可能会冒出一个疑问：难道佛法是要我们对感情变得无所谓，什么都随它去吗？不是的，完全不是。佛法真正想教我们的是4个字：随缘。惜缘这2个词是缺一不可的。很多人都误会了随缘，以为随缘就是消极，就是听天由命，就是什么都不去争，不去求，任凭一段关系自生自灭。可其实真正的随缘是一种看透了之后的豁达，它不是不在乎，而是在自己尽了全部的心意之后，能够坦然地去接受一切可能的结果。佛门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一座清幽的寺院里，一个小和尚为门前光秃秃的草地撒下了种子，谁知半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把种子冲得七零八落。小和尚急得团团转，跑去跟师傅哭诉，师傅却只是淡淡地说了2个字：随缘。过了些日子，那片原本光秃秃的地面上，竟然到处都冒出了青翠嫩绿的新芽，就连当初一颗种子都没撒到的角落，也泛起了盎然的绿意。小和尚高兴地直拍手，师傅在一旁看着，微笑着又说了2个字：随喜。你看，随缘从来就不是放弃努力，而是在努力过后不再死死地跟那个结果去较劲。而惜缘呢，它是在时时刻刻地提醒我们，正因为这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每一次的相遇才显得那么的珍贵。古人常说，10年修得同船渡，100年修得共枕眠。能成为血脉相连的一家人，能在茫茫的人海之中与某个人相遇相知，那是何等难得的，何等深厚的缘分啊！所以缘还在的时候，就好好的去珍惜，用心地去相待；缘渐渐淡了的时候，就坦然地松开手，带着微笑静静地目送，既不辜负每一场相聚，也不强求每一段都不散。这才是我们对待这一生每一段关系最有智慧的姿态。聊到这里，我知道荧幕前的很多朋友此刻或许正身处在被目送的那一头，你已经不再是那个牵着孩子小手的年轻父母了，你成了那个站在家门口看着儿女的车子开远，然后独自转身走回空荡房子的老人。当孩子越来越忙，回来的越来越少，电话里的话越来越短，那份被冷落的失落是真真切切会刺痛人心的。我不会轻飘飘地跟你说别难过，难过是人之常情，你有权利去感受它，但我想请你试着把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道理也轻轻地用在你自己的心上。孩子的远行并不是因为他不爱你了，而是因为他正在活出你当年也曾盼了命想要活出的那种属于自己的人生。你把他一步步推向广阔的世界，这本身就是为人父母最了不起的成就啊！所以，与其把全部的心思都悬在那个不常响起的电话上，不如试着把日子重新过回你自己的手里，去侍弄阳台上的花草，去和老朋友喝一杯久违的茶，去做一件年轻时忙得没空去做的事，去让自己的晚年重新变得丰盈，变得有滋有味。一个内心丰盈、自在安详的父母，本身就是给孩子最大的一份福气，因为他再也不必为你的孤单而感到愧疚，而你们之间那份爱反而能够变得更轻松，更没有负担。这也是一种最高明的随缘。你先把自己活好了，活得神采奕奕了，那段缘往往就自自然然的顺了。那么落到我们每一天实实在在的生活里，这份智慧到底该怎么去修呢？我想它其实可以化成3个很简单的功课，陪着我们慢慢去做。第一个功课叫看见缘起。从今往后，当你又为一段关系感到痛苦的时候，试着在心里轻轻地提醒自己一句：这是缘，缘有聚就有散。
当你这样一想，你就不会再把对方的疏远都当成是冲着你来的恶意，你的那颗心会一下子松快很多。你会慢慢明白，聚的时候好好珍惜，散的时候坦然接受，这本就是天地之间最自然不过的节奏。第二个功课叫守住分寸。爱一个人，记得永远给他留一扇窗，留一条路。话说到7分，留3分让对方自己去体会；事情管到7分，留3分让对方自己去承担。不要试图用你的爱去填满对方所有的空间，因为再好的关系也需要一点缝隙，需要一点余地，才能够长长久久的呼吸。这份分寸感听起来像是生分，其实它是最深的一种尊重。第3个功课也是最难的一个，叫放下期待。这人世间绝大部分的痛苦，其实都源自一个小小的念头：你本该是我期待的那个样子，孩子本该孝顺，伴侣本该体贴，朋友本该懂我。可是一旦你把这个本该轻轻地放下，改成一句他就是他本来的样子，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些纠缠了你许久的怨与怒，竟然一下子就消散了大半。放下期待，不是不再去爱，而是把爱还原成它最纯粹的模样。我只是爱你，而不再要求你必须成为谁。这3个功课，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只要你愿意，从今天起，每天都练习那么一点点，你的心就会一天比一天更宽、更静，也更自在。还有一件事，是无常这个道理一定要教会我们的，那就是珍惜当下。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父母还在，孩子还小，朋友还在身边，很多话来得及慢慢说，很多情来得及日后再还。可是无常最无情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来不会事先跟你打一声招呼。有多少人是在父母突然离世之后才追悔莫及，恨自己当年怎么就没能多陪他们吃几顿饭，多听他们唠叨几句。又有多少人是在朋友天人永隔之后才想起那句赌气没能说出口的道歉，可如今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你看，佛法讲无常，讲缘起，讲放下，讲到最后落脚点其实特别温暖，特别实在，那就是好好珍惜眼前这个还陪在你身边的人。今天还能给你打电话的孩子，今天还坐在你对面吃饭的老伴，今天还愿意听你说说心里话的老友，这些都是无常给你的最珍贵的礼物。既然一切终将散去，那我们就更要在还没散的时候，把该说的爱好好的说出口，把该给的温柔毫不吝啬的给出去。不要等，不要拖，更不要总是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哪一次的相见会是最后的一次。懂得了无常，我们才会真正懂得该怎么去爱，去珍惜此时此刻这份还握在手心里的温热的缘。关于放下这2个字，佛门里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故事，说有一位叫黑氏的修行人，一心想向佛陀请教解脱的大道。他非常虔诚，特地用双手捧了2束美丽的鲜花，恭恭敬敬地要献给佛陀。佛陀看着他，只淡淡地说了2个字：放下。修行人心想，佛陀大概是要我供养这束花吧。于是他松开了右手，让右手的花落在了地上。佛陀又说放下，他愣了一下，又松开了左手，让左手的花也落在了地上。可是佛陀第3次还是对他说放下。这位修行人彻底糊涂了，他说，佛陀啊，我2只手里的花都已经放下了，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再放的了，您到底还要我放下什么呢？佛陀这才缓缓地告诉他，我让你放下的从来就不是你手里的那2束花啊，我要你放下的是你眼里看的，耳里听的，心里想的，是你紧紧抓着的那些贪念，那些执着，那些放不下的分别与计较。当你把这些
全都放下了，你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这位修行人就在这一句话里豁然开朗了。这个故事说的又何止是修行呢？我们每一个人这一辈子不都是这样，双手捧得满满当当，舍不得放也不敢放吗？我们捧着对儿女沉甸甸的期待，捧着对感情放不下的执念，捧着几十年来攒下的委屈与不甘，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却还是死死的不肯撒手。佛陀那一声放下，跨越了2500多年的时光，其实也正是在对今天的我们轻轻地说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把两个特别容易被搞混的词好好的分清楚，一个叫放下，一个叫放弃。放弃是心灰意冷的转身离开，是把一个人从自己的生命里彻彻底底的抹去，而放下却完完全全不是这个意思。放下，我们放下的从来不是那个人，而是我们心里头那份紧抓着不肯松开的执着，那份耿耿于怀放不下的怨，那份非要对方一定得如你所愿的期待。放下是你依然深深的爱着，依然牵挂的关心着，却不再被这一份沉甸甸的爱捆绑的痛苦不堪。佛门里有一句话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当你放下一颗种子，才能收获一棵参天的大树；当你放下一种执着，才能收获一种真正的自在。这是一个多么奇妙又多么深刻的道理。当你不再死死地要求一段关系非得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这段关系反而一下子松了绑，有了他自己可以呼吸的空间。有时候他甚至会在你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慢慢的悄悄的回暖。可就算他最终还是没有回到你所期待的那个模样，那又能怎么样呢？你至少已经为你自己赢回了内心那一份最宝贵的安宁。这就是佛法要送给我们的最温柔的一味疗愈。它不会空口承诺你的每一段关系都能圆圆满满，但它会告诉你一个更重要的真相，那就是无论外面的关系如何变化，你都可以先让你自己自在起来。因为真正的自由从来就不在于你抓住了多少，而在于你敢不敢把那只攥得太紧太久的手轻轻地张开。当我们终于学会了放下执着，还有一种更美的心境会慢慢地在心底升起，那就是感恩。从前我们总是盯着那些失去的，那些疏远的，那些没能圆满的，于是心里装满了遗憾。可当你愿意换一个角度，你会看见这一生其实有那么多值得感恩的事。感恩那个孩子曾经来到你的生命里，让你尝过了为人父母那份又累又甜的滋味。感恩那个渐渐走远的朋友，曾经在你最艰难的岁月里陪你走过了一程。感恩那些相聚过的时光，哪怕他们终究还是散了，可他们真真切切地温暖过你的人生。一段缘能够好好的来过，就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我们又何必非要苛求它永远不走呢？就像你不会因为一朵花终将凋谢就拒绝去欣赏它盛开时的芬芳，你也不会因为一场宴席终将散场就不肯去享受相聚时的欢笑。缘分也是一样的，来的时候张开双臂，好好的拥抱它，感恩它；走的时候松开双手，微笑着目送它，祝福它。一颗懂得感恩的心是化解一切怨恨最好的良方，因为当你的心里装满了感谢，就再也装不下那些怨了。这或许就是佛法要教给我们的关于爱，关于关系，最后也是最柔软的一课。讲到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回到最开头的那一个画面，那个不知道电话该打给谁的深夜，那个话没说上几句就低下头的孩子，那个正在渐渐淡出你生活的老朋友。现在的你还会像从前那样觉得又委屈又不甘心吗？或许你已经可以试着换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看他们了。他们都是你这一生里的
一段缘。缘来的时候是恩典，让你尝到了有人陪伴的那份温暖；缘淡的时候是功课，教会了你如何学会放手的智慧。没有一种关系是能够一直越处越好，永不改变的。这句话如今已经不会再让你感到恐惧了，因为你已经真正懂得变化本来就是这人世间的常态，而你要做的不是判了命的去对抗它，而是温柔的去顺应它。我常常在想，人这一生其实就像是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的相聚和一场又一场的离别。我们哭着来到这个世界，被父母用爱紧紧地捧在手心，这是我们的第一场相聚。然后我们慢慢长大，离开父母的怀抱，去闯荡自己的天地，这是我们的第一场离别。接着我们遇见了爱人，组建了家庭，迎来了自己的孩子，这是一场新的相聚。而后我们又要含着泪目送孩子的远行，送别渐渐老去的双亲，这又是一场新的离别。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平凡而又深刻的一生。若是看不透这一场一场的离别，就成了一次又一次撕心裂肺的伤痛。可若是终于看透了，你就会豁然明白，正是因为这聚散本就无常，才让每一次的相聚都闪烁着那么温柔那么珍贵的光。所以啊，亲爱的朋友，请你从今天起试着不再单单用得到或者失去去衡量一段关系的价值。得到了是缘，值得你好好欢喜；失去了也是缘，值得你默默祝福。人生海海，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这片汪洋大海里的一朵朵浪花，彼此相遇，彼此相拥，然后又各自奔向不同的远方。可是你千万别忘了，我们都来自同一片海，也终将回到同一片海。有了这样的一份了悟，你就再也不会为一朵浪花的远去而伤心欲绝了。你会带着一颗温柔而又通透的心，去迎接每一段缘分的到来，也从从容容的去送别每一段缘分的离开，不慌不乱，不怨也不悔。这就是一个历经了岁月的人最了不起的修行，也是佛法能够给予我们这颗时常疲惫的心最深的一份安顿与慈悲。父母子女这一场缘，说到底其实就是一场要用尽一生去慢慢学习的爱与放手。我们亲手把孩子一步一步牵到门口，然后含着泪微笑着看着他头也不回地走向那个属于他自己的辽阔的远方。那不是失去，那是一个母亲一个父亲这一辈子所能给出的最深沉也最了不起的爱。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会慢慢的明白，心里头的那份安宁从来就不是靠着把谁抓得更紧才能够得来的，而是靠着把那只攥了太久早已酸痛的手轻轻地张开，好好珍惜眼前还陪在你身边的人，好好善待每一段来过又走过的缘，然后把心放宽一些，把念放下一些。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无常流转的人世间修得一颗随缘自在的心，不再为疏远而苦，只为每一场相遇而暖。这一生若能够好好的爱过，也好好的目送过，那么也就足够了。